谢安叔未能如约上门提亲，我便知道他也重生了。前世我是京中人人称赞的贤内助，我助他平步青云，替他主持钟馗，上敬长辈，下教子女，从未有过半分差错。唯有一事，让他记恨了我大半辈子。我不许他那位青梅竹马的表妹为妾，所以重生后的谢安叔决定晾一晾我，推迟提亲时间，给我一点教训。可等他觉得惩罚够了，带着聘礼上门时，我早就另嫁他人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谢安叔带着柳如月上门的时候，我正在看姨母送来的信。几日前，谢家为如期登门下聘提亲，爹娘唯恐谢家是出了什么变故，便托好友从中打听，然后得知谢家近日一切都好，又苦等3日后，爹娘终于信了，没有任何变故，谢家只是不愿上门提亲。阿爹气得猛捶桌子，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拿着当初交换的信物，便要让人扔去谢家做个了断。却不想谢安叔先一步来了，带着前世他惦念了一辈子的心上人。谢安叔生了一副好相貌，京中一人人夸他温雅清正，有状元之才。可这样一个人，看向我的眼神却只剩厌恶。林瑜，我从前竟不知你如此恨嫁，见我不来提亲，就上赶着来催，你们林家是怕你这个女儿砸手里了吗？我重生的迟了些，回来时阿爹寻的人已经打听完了消息，如今倒成谢安叔戏谑我的把柄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轻嗤一声，也对，似你这种佛口蛇心、自私自利之辈，除了我，谁还敢娶你？我问，所以呢？谢安叔牵起柳如月的手，我不日将以正妻之礼迎表妹为妾。他说完后，等着我的反应。我神色平静，只心中在想，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人，还是指那位妾吗？谢安叔不甚满意我的态度，加重语气警告道，至于你，这些日子就当是给你善妒的教训。不过我们既已交换了信物，你又非我不嫁，等表妹有孕后，我自会上门提亲，不教你当个老姑婆。一如前世，好脾气的谢安叔只对我恶语相向。可是谢安叔，我没有非你不嫁，我爹已经准备让人去退还信物了。没等说完，便被谢安叔迅速打断，林瑜，你用不着说这些似是而非的话挽尊，你只要识趣，日后好好敬重表妹，我身边自会有你一处位置。谢安叔话音刚落，爹娘便匆匆赶到。听见谢安叔轻视之言的阿爹火冒三丈，超过下人手中的扫帚，便往他2人身上招呼，滚，混账东西，再不滚打断你的狗腿！谢安叔2人被阿爹狼狈地撵出大门。他规劝阿爹不要动怒的同时，却不忘教训我，林瑜，这一世好好收收你的善妒之心。然后被阿爹一盆脏水泼了满身。只是这样依旧没能让他们消气，他们不解当初怎么就中这么个人面兽心之徒了呢？我温婉贤淑的名声在外，才情品貌样样顶尖，如此好女，自是有的是人想上门求娶。到了一亲的年纪，阿娘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，女子嫁人如在世投胎，为替我则一如一郎君，爹娘千挑万选，挑到最后最合适的便是谢季2家。而季家远在江南，他们怕江南太远，我受了苦也无人撑腰，无处诉说，所以上一世我嫁给了谢安叔，然后做了几10年的怨偶。好在这一世不用嫁他了。我将姨母的信递给阿娘，阿娘回信给姨母吧，就说请江南季家上门提亲。季家人来得很快，聘礼足足装了10艘船，抬到家中，塞得几个院子无处落脚。阿娘专门腾出来装聘礼的几间屋子，压根装不下。但这是喜事，爹娘一扫前些日子的颓怒，换上了满脸喜意迎客。我和丫鬟玉欢躲在屏风后，听季明艳说着市井趣事。声音清朗的少年人却学会了说书先生那一套，抑扬顿挫，又吊人胃口得很，连爹娘都没能端住，被逗得大笑出声。玉欢轻轻推我，让我悄悄看看人长什么样。其实上一世我是见过季明艳的，很多次，在路边，在擦肩而过的胭脂铺，在路过时的酒楼雅间。他远远地看着我，
同我作揖见礼。我只记得那是个极俊朗的人，只是不知为何眉宇间却总带着股伤感，浓得化不开。出神间，我不慎半个身子探出了屏风，说书声戛然而止。一抬头，对上了双峰流眼，勾人的很。这人眉飞色舞的说书神采还未完全消退，只一眼我便确定这是个张扬的人，与前世每次所见的他都不同，也更好看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多看两眼。反应过来自己在想什么后，顿时满心窘迫，却见眼前之人冲我眨眨眼，露出个我都懂的笑容。我蓦然红了脸，迅速缩回脑袋。屏风外，季明燕继续讲邻居训子轶事。爹娘当没发现我的失礼，依旧听得高兴。邻居孩子挨完打，我和季明燕的婚事便已定下，成亲的日子选在了来年春日。季明燕说待冬雪消融，乘船南下，叫我看看一路的好光景。他口中的山明水秀，繁花艳丽，竟让我听出了几分向往。季明燕是个主动的人，定亲第2日便着人送了礼过来，是一个会动的小木马，在桌上哒哒哒地跑着，还怪有趣。中间夹了张纸条，不是什么算式，打开来看，只有6个字：林姑娘，今日好。我将纸条收在了针匣中，只没想到此后数日，我日日都能收到一样礼物和一句问好。又把纸条往匣子里装时，被抱着衣服路过的玉欢打去。看来林姑娘得换个大匣子了，不然怕装不下以后那么多的好。我拍拍手，林姑娘觉得言之有理。又一日，纸上多了句邀约：林姑娘，明日亲自来取你的礼物可好？林姑娘没说话，但第2天，林姑娘在家门口坐上了季明燕来接她的马车。林姑娘，今日好。季明燕扶我上马车时，我亲耳听到了这句话，比在纸上动人许多。林姑娘今日听我安排可好？我到底多活了一世，京中叫牌的上号的地方多数都去过，对今日的出游本谈不上有多期待。可季明燕这个人很会用她那一双风流眼，她也不多说，就那么眼含期待的直勾勾盯着我。我鬼使神差就点了头，然后被回赠一个大大的笑脸。马车停在湖边，季明燕携我上了一艘花船，船上琴音悠扬，有漂亮女子在翩翩起舞。上船后我就没舍得眨眼，不知自己是如何入的座，更忘了还有个叫季明燕的陪客。鲜有人知我爱看画本子，也曾向往过画本中女扮男装的女侠客在花楼里听曲看舞，赏尽美人。可我要守着礼仪规矩，要顾及名声，那样的地方我要离得远远的，一步雷池也不敢越。曲尽舞毕后，一群漂亮姑娘像花蝴蝶般朝我蜂拥而来，将我团团围住，撒着娇哄我钓鱼。小姐今日若钓上了大鱼，姐妹们给您做拿手好菜。女子香香软软，蹭得我脸直发烫。盛情难却，我便钓起了鱼。不知是这湖中鱼太笨，还是我颇有天赋，竟真钓上了几条大鱼，亦如愿吃到了一桌全鱼宴，美味佳肴，风月无边，甚至有些遗憾。风一吹，便过去了半日光景。走时，我贪恋回头，正好看见了季明燕的随从在挨个给姑娘们分银子，视线停留在始终落后我与玉欢几步的人身上。今日他在花船上似隐了身，没有半点声息，享受全与了我。我转身诚心道谢。季明燕笑容灿烂，不用着急谢我，林姑娘今日的礼还没收呢。我有些忙，花船上的一切竟不是吗？季明燕接过随从递来的鱼，说要带我去收真正的礼物。马车穿街入巷，到了地方，季明燕叫门：阿婆，阿婆，我与林姑娘协理来接狸奴了。晕晕乎乎回城时，我有了一只刚断奶的小狸奴，被季明燕捧在手心，教她朝我撒娇，把林姑娘哄高兴了，回头许你吃好喝好，再选2个奴仆贴身照料，过大小姐的日子。但一定得哄了林姑娘高兴才行。小狸奴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喵喵叫，可说书先生话又多又密，怪烦猫。我看着，终于没忍住，笑出了声，然后就感受到了一股极为灼热的视线。我抬眼，
听见他说，我想我还是有些用处的，终于引得林姑娘眨了眼，一阵酸涩涌到眼眶，才恍然，原来我不高兴呢。在林府门口看见谢安叔和柳如月时，我骤然间找到了不高兴的缘由。谢安叔的指责来势汹汹，林瑜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让你不要如此擅妒，你竟半点没听进去。柳如月也突然膝盖一弯，直挺挺跪在了我面前。林小姐，求求您，给我一条活路吧。即便我做了表哥的妾室，也定然安分守己，绝不会跟你抢表哥的。求求您，不要赶我走。我尚未明白到底发生了何事，谢安叔便猛然抓住了我的手腕往前拉。你现在就去同我娘解释清楚，那妾是你点头的。恰逢府中有人跑出来向我报信，小姐，不好了，谢夫人带着聘礼上门提亲来了。我用力挣脱了谢安叔的束缚，冷眼看过去，谢安叔，你该不会以为是我让你娘上门来提亲的吧？谢安叔笃定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我突然觉得好笑。是了，前世也是谢夫人独自来的。她说谢大人在半路被叫走入宫商议政事，说谢安叔感染了风寒，在家养病。虽人没到齐，但谢家带着十足的诚意。前世的聘礼也比这次多，正好放满了院子。谢夫人说会将我当亲生女儿一般疼爱，会将管家之权早早交给我。最重要的是，她说谢安叔承诺永不纳妾，此生只我一人。谢夫人甚至还当场写下契书交由我爹娘。那次我也躲在屏风后，想着敢立下如此誓言的人家，必然家风清正。定亲后，谢安叔也约我出门游玩过几次，次次安排的妥帖周到，时常还会送些新奇的小玩意儿给我，不算贵重，却很合我心意。我以为一个肯为未婚妻子花心思的男子会是个值得托付的好夫君，所以也满心期待的想要嫁他为妻。婚后，我和谢安叔也曾蜜里调油过一段日子。谢安叔是有志之人，不肯受家中蒙荫，自己去考了科举。从秀才到举人，虽不是次次名列前茅，但也一路顺畅。我嫁他那年，他正在备考进士，于是我一边从婆母手中接手管家权，一边当起了谢安叔的陪读。我能陪他饮酒赋诗，附庸风月，我还能在科举文章上体现自己的见解。我从谢安叔的眼中看到了毫不掩饰的欣赏之意，便以为那是爱慕，以为他心中有我。直到我查出身孕，谢安叔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欢喜。那夜他大醉一场，拉着我的手不断说谢谢。我伺候完一个醉鬼洗漱，还怕他半夜不舒服，在床边守了大半夜。然后在第二日收到了一幅写着女子生辰八字的画像。谢安叔说，夫人，你既已有身孕，便该兑现当初的承诺了吧？这是表妹的画像和生辰八字，你择个吉日迎她进府吧。我不知道哪来的承诺，又是谁的承诺，只觉大梦一场，突然惊醒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这门婚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。谢夫人在林家许诺儿子永不纳妾，转头对谢安叔说，待我怀上嫡长子，便让他迎心上人进门。就连成亲前的那些周到妥帖也全是预谋，是柳如月为早日嫁入谢家，私下打听我的喜好。出游是他安排的，礼物是他准备的，只盼着我能心甘情愿早日怀上孩子，好成全他们这对苦命鸳鸯。我的欢喜，我的情谊，成了赤裸裸的笑话。我和谢安叔闹得不可开交，闹到那个孩子留在了一个雨夜，闹到我心气儿散了大半。其实我是同意过谢安叔纳柳如月的，可惜没成，因为我那位好婆母拿出了当初写的不纳妾的契书，而后一病不起。娘家离得那么近，我也没能回过几次，所以爹娘不曾知晓我有一双跪烂的膝盖和永远像针扎一样疼的腰。婆母病了，要我跪在床前侍奉，伺候汤药，伺候饭食，要跪在祠堂里抄经祈福。夫君要科举，要去庙前供奉，在冰冷的石板上跪够了时辰，才算心诚则灵。我是当家主母，府中大小事情都要着手过眼，要去赴各种宴席，
代表谢家同各家夫人小姐打好关系，要迎来送往，替公公、替夫君打点人情世故，要操心孩子读书学艺，要担心他们的前程嫁娶。我好似被人拿着鞭子抽的陀螺，一刻也不曾停下来歇歇。原来我不是不高兴，只是前世太苦了，苦得我都不知道要如何高兴了。我看向还在等我去解释的谢安叔，嘲讽地笑出了声。谢安叔，你就是个蠢货，彻头彻尾的蠢货。无人知晓，不让谢安叔那柳如月的从来不是我，而是他那位一心为子的好娘亲。被谢夫人折腾了好几次，我才查到缘由。因为谢安叔他爹曾和柳如月的娘亲有旧，甚至本该娶的人就是柳如月他娘，只不过谢夫人从中作梗，抢了这桩好姻缘。或许是心虚，也可能是害怕。总之，谢夫人不许谢安叔娶柳如月，哪怕是妾。可坏人不能让爱子如命的亲娘来做，于是就只能是我这个儿媳了。看样子让我背了一世黑锅还不够，谢夫人这一世依旧惦记着我。屋内，我爹娘冷脸赶客，谢夫人陪着笑，再次承诺了儿子不会纳妾的事。好妹妹，你自己嫁了个好夫君，就不想女儿也有个好归宿？我家叔儿是板上钉钉的进士，又长得一表人才，虽前些日子犯了点小糊涂，可人已经叫我打发了，往后绝不会来碍女儿的眼。重生后的谢安叔不再对亲娘言听计从，不仅不肯上门向我提亲，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要以正妻之礼纳柳如月为妾。慌了神的谢夫人一边自作主张上门替儿提亲，一边又打着我的名义命人找柳如月麻烦，企图将人赶出京都。真是好大一出戏。我转头看向明显怔住的谢安叔，谢安叔，如果不是你们谢家主动求娶，我从未想过要嫁给你，更不会为了你去针对另一个无辜女子。你不值得。林谢两家虽有些交情，但我与谢安叔并不相熟，许多关于他的才情品性，甚至是样貌，都是从旁人口中听说。可惜听了那么多，独没听到他早已对人情有独钟。谢安叔表情怔愣，也不知是因为发现了自己感情受挫的真相，还是因为旁的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迈步进了门。我没懂其中含义，只看到本来就烦的阿爹抄起茶杯就往谢安叔脑袋上砸，混账玩意儿，你还敢上门来，我打不死你！看见杯子砸来，谢安叔竟也没躲，结果便是额角被磕了块青紫。前头还陪笑的谢夫人骤然翻脸，林大人，就算你怨我谢家提亲来迟，也不该下这么重的手。我儿可是未来的状元郎，他若是破了相，你们林家担当得起吗？不等我爹娘开口，谢夫人又嘲讽出声，怨气这么大，前头却假惺惺地说什么女儿已经另外一亲了，原是等着给我儿下马威呢，你们林家的姑娘也不过。娘！谢安叔冷着脸打断了谢夫人的话，拱手向我爹娘告罪。今日是我们冒昧，还请伯父伯母见谅，改日必当备厚礼登门致歉。不必了，只当两家从未往来过，请回吧。还有外头那些破烂东西，一块带走，别脏了我林家的地。阿爹将话说得重，丝毫不留情面。聘礼被说成破烂，谢夫人面上十分不好看，却在转头看见柳如月时，彻底黑成锅底，顾不上失态，拉着柳如月就往外走。临了，也没忘让人将带来的聘礼抬走。表哥，柳如月弱弱地朝谢安叔伸手求救。谢安叔迟疑片刻，到底没跟上去，而是站在我面前皱眉训话：林瑜，你不必以另外一亲来要挟我，我只是想磨磨你善妒的性子，没说不娶你。如此机关算尽，着实难堪。我有些烦躁，因为谢安叔听不懂人话。我也不知谢公子竟如此厚脸皮，就这般笃定我非你不嫁。好女不二嫁，林瑜，除了我，你还能嫁谁？谢安叔说的理所当然，也让我明白了他自负的源头。我自是好女，可谢安叔这样的人不配我嫁。我没再开口，只神色冷淡地看着他，眼中讥讽。大约是被我看得心虚，谢安叔顿了片刻，如妥协般的补充：放心，我会给足你脸面，同日迎娶你和表妹，允你先他一步进门。说完便匆匆离去。
我出言叫住他，谢安叔。谢安叔回头，表情有些不耐。表妹的事是我误会于你，但我已经退让了，林瑜，你要知足。没有不知足，我只是想说，找个时间将我林家的信物还回来吧。阿爹派人去索要几次了，谢家都拖着藏着不肯给。至于当初谢家的信物，我抬手扔进了谢安叔怀中，换来了谢安叔愤怒的4个字：不可理喻。以及，看来你教训还没吃够，那便继续耗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我什么时候来提亲。我突然觉得可悲，为前世喜欢过谢安叔的自己。目送谢家下人搬完聘礼后，门口冒出了一个熟悉的脑袋。季明艳提着一个食盒往我跟前凑，林姑娘，这人不行，我数过了，聘礼还没我家1半多，别选他好不好？不知怎地，我竟从他言语中听出了几分紧张。可他是我原本要一亲的人，但是我先进门的。话没说完，就被季明艳急切地打断了。那张俊俏的脸上甚至沾染了委屈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怜爱一番。但我忍住了。其实你方才一直在，怎么没出来？季明艳显然也不意外我为什么会知道，只说我在等林姑娘做选择。选什么？选要我还是他？之后的沉寂，季明艳就像砧板上的鱼，随时都在等刀落下。而我是那个持刀的人。这个人清醒又克制，还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好像爱极了我。心中因为谢家人带来的不悦，瞬间散去大半。于是我在他快要将那包点心捏碎前，发了慈悲。要你。白日被谢家人一顿搅和，夜里我竟又梦见了前尘往事。那日是我生辰，也是我嫁入谢家后过的第1个生辰。彼时我和谢安叔闹得还不算太难看，身边伺候的丫鬟嬷嬷都劝我向他服个软。他们都知道这深宅大院里不受夫君重视的日子有多难过。我虽有管家权，下人轻易爬不到我头上去。可上头还有公婆，和谢安叔起争执后，婆母前后已经告诫过我好几次。玉欢也劝我，姑娘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就当为了孩子。是啊，还有孩子。于是我打起精神，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，又开了爹娘为我陪嫁的好酒，早早派人去请谢安叔来用晚饭。然后等啊等，在饭菜凉透后，终于等到了满身酒气的谢安叔。看见人进门时，我欣喜起身，下一瞬笑意就僵在脸上。我看到了跟在他身后的柳如月。谢安叔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，一把拦过柳如月，冲我吐出恶毒之语：你的丫鬟请我来为你贺生，呵，你这样的妒妇配得到我的祝福？我便是喝路边的狗，也绝不喝你。林瑜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娶了你。谢安叔双眼怒红，一抬手就掀了桌，碗碟纷飞碎了一地，桌子也被带倒，不偏不倚，正好砸在了我肚子上。我疼得当场弯了下腰，但我还记得今晚的目的，于是又一次示弱，捂着肚子留人：谢安叔，我肚子疼。换来了4个字：装模作样。我被无视，只看到他搂着柳如月大步往外，走得又快又稳。玉欢他们也跟着一起求情：姑爷，小姐见红了，求您差人去请个大夫吧。谢安叔没有回头，一次也没有，只有天响惊雷。后来玉欢冒雨请来了大夫，却因为柳如月一句胸口不舒服，被谢安叔半路劫走了人。任凭玉欢在门外磕得头破血流，也没将大夫求出来。他哭得一塌糊涂，告诉我没请来大夫。知道了。肚子突然就不疼了，可能是有个地方更疼吧，疼到让人喘不上气。我在窗前哭坐了一整晚。在第2天，谢安叔推门进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：谢安叔，我同意你纳妾了。谢安叔来见我时，已经知道孩子没了的消息。谢安叔或许不爱我，但他是期待那个孩子的。难得也红了眼，站到我旁边，手足无措地同我道歉：对不住，我不知道会那么严重。谢安叔伸手来碰我脸，被我浅浅避开。我说：没关系，本也不被期待，留了也好。谢安叔受不住我悲戚的神情，最后仓皇而逃。事后
公婆知晓我被谢安淑气的小产后，公公大怒，直接动家法，在祠堂里抽了谢安淑20鞭子，让她躺了好几天。婆母也如愿有了赶走柳如月的借口，她将人安排到城外的尼姑庵，让柳如月在庵里清修，为我那个流掉的孩子赎罪。走前，柳如月来向我赔罪，她说从小到大，我就那天晚上做了一回坏人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从没真正想过要害你，我只是爱惨了表哥而已。我信。柳如月也是正儿八经的千金小姐，想尽办法替她讨好我这个正妻，到头来也只是想要个不让谢安淑为难的妾室身份。没多少人能做到这样，至少我不能。我也不怪她，因为真正做主的人从来不是她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在谢家见过柳如月，我和谢安淑也再没和好过。我也没料到，一个梦竟让我大病一场。睁开眼来，只觉得满屋的香烛味儿。我想下床吸了熏香，却在脚下地时，只觉膝盖如同有千万根针扎一样疼，又仿佛置身佛前，周身被永远燃不尽的香火气环绕，被四面齐入的冷风吹得又冷又疼，疼得我连站都站不起来。可这一世，我明明还没跪过。赶来的玉欢喊来了爹娘，又遣人去请了大夫，来了一个又一个，都说我膝盖好好的，会疼是因为心病。阿娘不解，抱着我满是心疼，我好好的姑娘，金尊玉贵养大的，怎么就落了个膝盖跪烂了的心病呢？谁让你跪的？谁敢让你跪的啊？我有些想笑，也想哭。我被季明燕一句不高兴点醒，后知后觉记起了上辈子的苦，又忆起了上辈子的疼，连着内心深处的怕。重生回来这么久，我突然开始害怕嫁人。我问阿娘，我不嫁人了好不好？阿娘说好，她养我一辈子。我抱着阿娘，泪洒出了眼眶。可我的心病还是没好。阿爹觉得是谢家人克我，不然我好好的，怎么谢家人来闹了一次，我就病得走不动道了。于是接连几天上门索要信物，找谢家麻烦。又觉得或许季家也不是良配，请了季明燕前来商量退亲的事。季明燕来看我时，玉欢正一边给我揉腿，一边抹眼泪。几日未见，季明燕没什么变化，只眉间多了丝担忧。她依旧说林姑娘今日好，可林姑娘今日不太好。我不好意思地道，季公子对不住啊，才说了选你的，又出尔反尔了。季明燕踌躇半晌才开口，林姑娘是不想嫁人了，还是不想嫁我？我觉得没甚区别，而季明燕很是坚持。我实话实说，是害怕嫁人。季明燕听完似乎有些高兴，我听见她问，那如果退了婚，林姑娘今日会高兴吗？我不知道，只试探地说，或许会吧。我的心病并非因她而起，所以不知有没有用。林姑娘高兴，那就退。季明燕应得很快，没有犹豫。我看着她赤诚的笑容，季明燕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好到我都愧疚了。我从未想过，这世间除了爹娘，还会有人不计得失的对我好。退了婚，季明燕依旧日日上门来。用她的说法是，虽然暂时做不成夫妻，但能做知己好友啊。于是我的窗前有了夏日开得最娇艳的莲花。季明燕说，这是道长开过光的莲花，必保姑娘早日康复。吃的点心也换成了京都有名的全夫人亲手做的，姑娘吃了定然福寿双全，健健康康。又一日，季明燕带来了一个亲手制作的大风筝。林姑娘，今日天气好，我们在院中放风筝吧。无需我考虑我走不了路，如何放风筝。季明燕一同带来的还有一辆轮椅。赶了几日工，总算做好了。林姑娘，我推你放风筝啊。风筝稳稳当当地上了天，越飞越高。我才注意到，风筝是一只雁，耳边是季明燕在说，林姑娘也应当如这雁，又漂亮又自在。被线拴着的雁当真自在吗？好在线如今在我手中，我拽着线晃了晃，雁朝我点头。所以在季明燕问我今日可高兴时，我说，季明燕，若你治好了我的心病，我就嫁你，可好？她说好。季明燕应下的次日，为我求来了一道符。她知我不喜佛，于是去了道观。
是京郊最有名的道观，立于城外的千重山，有1000阶之高。最诚心的平安符，要一步一叩才能求得。带着符来时，也坐着轮椅，只额头裹着的白布被染了色，藏在衣摆下的膝盖，大概也疼得厉害吧。季明燕一句没提，依旧笑吟吟。道长见我诚心，替我上达天听，请道祖赐了好多福气。林姑娘带着，将来必然百病不扰。我其实想问，我何德何能，也想马上就站起来让她看看，没有白费她的心思。可惜没能站得起来，只好和季明燕做起了病友。有她在，也不觉得枯燥烦闷。直到某日，玉欢为我按腿时，我忘记了喊疼。在她的欢喜中，我反应过来，我的膝盖竟然不疼了，甚至还能走上几步。而后一日日地好转。季明燕果真有做神医的潜质。得知喜讯，季明燕拉着我要出城去还愿。养了一阵子后，她又活蹦乱跳了。1000阶10梯难走，我不曾如此诚心为旁人求过什么，所以也不知那样一步一叩上来有多难。唯有怀中的平安符滚烫滚烫。季明燕为灵验的道祖捐了很多诚心，我亦得了道长几句赠言：错的是人，不是情。前尘已过，但求问心无愧，姑娘何不怜取眼前人？季明燕一个劲儿指自己，证明她就是那个眼前人。我没忍住，扑哧笑出了声，还把人笑红了脸，凄凄哀哀地夸我：林姑娘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可偏有人爱煞风景。我着实没想到会这样巧的在此处碰见谢安叔和柳如月。谢安叔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身旁的季明燕，面色一冷，开口质问：他是谁？我不想同他浪费口舌，拉着季明燕要走，却被谢安叔一把拽住手臂。得知你生病，我和表妹好心来道观为你祈福求平安，你不在家中思过养病，竟与外男勾勾搭搭，如此不自爱。林瑜，你学的礼义廉耻呢？我一把将其拍开，同样冷下了脸。我与自家未婚夫同游，还轮不到谢公子你这个外人来教训。谢安叔怔住：什么未婚夫？林瑜，你未婚夫不是我吗？我冷笑：谢公子莫不是患了什么疫症？你我两家何时有过婚约？阿爹强行要回了林家的信物，两家不再有任何往来。我与他早就毫无关系。这显然与谢安叔所想不一样。按他心中所想，我大概要在家中日日以泪洗面，然后盼着求着等谢安叔上门提亲，如此才对。可我没有。谢安叔再次伸手拽我，力道大了很多，同时加重语气：林瑜，道歉，只要你承认是在胡说八道，我便原谅你今日之过。我没动，季明燕出了手，不仅将谢安叔的手掰开，还反手给了他一拳。姓谢的，你是耳朵聋了，还是没长脑子？林姑娘是我季明燕的未婚妻，我的未婚妻，何时轮到你来原谅了？傻缺！谢安叔还觉得不解气，想上去踹他2脚，被我拦住了，会脏脚。季明燕觉得有道理，乖乖跟我走了。谢安叔想追上来，不过被柳如月拦住了。我只听到他在背后不甘地喊话：林瑜，你嫁过我，就只能是我的妻。可凭什么呢？我没将谢安叔放在心上。我的心病好了，和季明燕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。家中开始忙碌，爹娘想让我和季明燕在京中拜一次堂，再去江南拜一次。反正季家在京都也有宅子，布置下就成。我安心待嫁，什么都不用操心。直到柳如月请门房送来一封信，说要见我。不知何事忧心，他比在道观见那次憔悴了很多。柳如月又一次跪在了我面前，之前是表哥太过狂妄，但他已经知错了，还请林小姐能给他一次机会，待他凑齐了聘礼，定会上门提亲的。谢安叔要以正妻之礼纳柳如月为妾，那聘礼自然不能少。给了那边，轮到林家这儿就剩上次被阿爹嫌弃的那堆破烂了。尤其是谢安叔打听过季家的聘礼，他不想拆季明燕太多，所以迟迟没赶上门。这期间，谢安叔派人送了好多次信，不过压根没能送到我跟前。我不出门，他也没机会见到我，无法亲口同我解释。最终替他跑这一趟的，成了柳如月。你倒是痴心一片，引人怜惜。
只是我很好奇，你就只甘心做妾吗？柳如月苦笑，不甘心又能如何？姨母不喜我，这已然是他为表哥妥协的结果了。我只求表哥能得觅良缘，娶一个贤良的主母，将来我的日子也好过些。我问，那你没想过不嫁他吗？柳如月说放不下，那个中苦果便只有自己尝了。我没再劝，也没应柳如月的请求。此生我嫁谁都可能，但绝不会是谢安淑。婚期来得很快，姬明艳骑在马上冲我喊：“林姑娘，今日好！”我被盖头遮了视线，只能看到满目的红，很是喜庆。一觉得今日好，甚至有些好过头了。姬明艳非要守着更生带子时，要在今日补齐这句：“林姑娘，今日好。”我早已力竭，连攀附她肩膀都做不到，就只能由着她一遍遍在我耳边说：“林姑娘，明日好。林姑娘，后日好。林姑娘，日日好。”直到第二天中午，我才知晓，昨日谢安淑还上林家提亲去了，只不过晚来一步，扑了空。玉欢边为我梳妆，边绘声绘色地描述，听说谢公子知道姑娘你出嫁后，跟疯了一样要冲进家里去看，还问老爷和夫人为什么要将你嫁给别人，说他们不守信用，明明说好了要把小姐你嫁他的。呸，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他们自家失信的，还怪上咱们家了。幸好小姐你没嫁过去，不然碰上这种人，肯定有好果子吃。玉欢前脚骂完谢安淑，后脚这人就递了拜帖来姬家寻我。我梳着妇人发髻去前厅待客。阿谀，谢安淑急切地开口，甚至换了称呼。难得的是，今日没带柳如月，只是眼眶泛红，整个人颇为憔悴，那张脸也远没从前好看了。你也回来了，对吗？重生这么久，谢安淑终于意识到了这点。她激动上前，既然你重生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为什么要嫁给别人？林瑜，我们才是夫妻，做了几十年的夫妻。我回以平静，谢安淑，你从前真当我是妻吗？你忘了，你说过的，上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娶我。况且没有我，你不正好如愿娶你表妹吗？那不一样。谢安淑回答得很干脆，她是妾，你是妻，我从没想过要让她取代你的位置。我不由笑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呢？谢安淑摇头解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从前是我误会了你，但这一次不会了，我会像对表妹那样好好待你，给你应有的尊重，绝不再冷落你。你知道的，我很快就会高中，官运亨通，我会为你请封诰命，让人人都艳羡你。除了你和表妹，我也绝不会再那第三人。我也不计较你这辈子嫁过人的事，只要你同姓纪的合离，我必定十里红妆，娶你进门。谢安淑说完，满眼期盼地看着我。我只觉得讽刺，事到如今，他竟还是这般不清醒。可是谢安淑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我上辈子最后悔的事，也是嫁了你。上一世临死前，我唯一的心愿便是，希望来世，往后的生生世世，都与你，与谢家，再无任何瓜葛。不可能，谢安淑摇头不肯信。在开口时，透出些许难过。阿谀，除了表妹一事，我自问从未在其他事上从未亏欠过你，你竟如此狠心吗？仿佛又在鸡同鸭讲，让人心累。我抬手送客，谢公子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夫君亦不喜欢你，请回吧，往后也别再来了。谢安淑露出受伤的表情，痴痴地笑了起来。你唤他夫君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算我认识你倒了8辈子血霉。良久，谢安淑才咬了咬牙说，林瑜，你就不怕我将前世你我做过夫妻的事告诉星际的，那时他还肯要你吗？我也好心告诉了谢安淑一件事，那你可知季明艳前世就喜欢我啊？诛心，我也会啊。谢安淑神色变幻，最后阴沉着脸离去，还不忘告诫我，林瑜，你会后悔的。河上破冰之日，我和季明艳告别爹娘，乘船下江南。我也在离开之时明白了谢安淑要我后悔何事，她要在这天娶柳如月为妻，不是妾，是妻。谢安淑派了人前来传话，我家公子说了，只要林小姐一句话，他就立马取消婚事。我笑笑，那便祝谢公子和柳家小姐喜结良缘，百年好合。下人急得跺脚，这不对啊！
季明燕才不管那么多，高兴地喊人开船。船动时，一身喜服的谢安叔不知从何处窜了出来，死死扒着船尾。林瑜，别走！我错了，你别走！我不娶妻了，也不试探你了，求你回来吧！船未停，谢安叔也拦不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船渐行渐远。我在船板上看见了同样穿着喜服追逐而来的柳如月，说不出是什么样的神情，只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悲。但很快，我那点伤感就消失殆尽。季明燕在我旁边欢快地冲岸上挥手：“谢公子，我跟我夫人回家喽，不用送。”临了，将我转了个方向，看我，看山，看花，看水，看黎奴，反正不准看王八蛋。我将头枕在季明燕肩上，应了声好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谢安叔竟然执着地追来了江南。那日，季明燕要带我去见被当成说书话本的邻居小孩，绕过院墙时，半道被谢安叔挡住了去路。季明燕很不高兴，举着拳头威胁人：“你真讨厌，跟屁虫！”又眼巴巴地看着我，问我怎么办。我叹息一声，从前求不来的东西，如今却撵不走，有些好笑。最后一次，谢安叔，我听听你还想说什么。季明燕懂事地蹲墙角当蘑菇去了。谢安叔红着眼：“阿鱼，我知错了，也后悔了。我不应该试探你，不应该想着要晾一晾你，给你个教训的。我会改，你不喜欢的我都会改，求你原谅我一次，就这一次，行吗？”我对谢安叔表现出来的痛苦视而不见，将话挑明了说：“谢安叔，你的幡然醒悟不是因为爱我，而是因为没有得到我，你只是不甘心。你算不上多坏，你只是有点贪心。你既想要家中有个贤妻，替你生儿育女，替你上下打点，让你无后顾之忧，又想将小姨温柔的心上人娶回家中养着，当你烦闷疲惫时的解语花，然后拿着自己都养不活的月俸，做着人人称赞的股肱之臣，再回家显摆你一家之主的威严。你的同僚们人人都这样，你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可以，而你不可以。”谢安叔确实不明白，所以悲戚发问：“是啊，为什么我就不行？林瑜，你为什么不肯为我妥协？我明明已经打点好了一切，说服了爹娘，说服了表妹，只要你点头，我们一家就能好好的过日子，可你偏偏要嫁给别人。因为不爱你。”我说的决绝。因为不爱你，所以不愿与别人共享夫君。因为不爱你，所以不想再入你们谢家那虎狼窝。因为恨你，恨不得你去死。谢安叔，这是最后一次允许你出现在我面前，往后你若再来打扰我，我必然尽一尽江南的地主之谊。我没再掩饰隐藏许久的恨意，我真的恨死了谢安叔，恨死了谢家人。谢安叔被我严重浓烈的恨意刺激到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满脸不可置信：“怎么会？我……”他想开口，却又无从说起。这时，院墙上突然飞来一颗石子，正好打在了谢安叔肩上。我抬头看去，见隔壁院墙上趴着一个小孩，正冲着谢安叔做鬼脸：“癞蛤蟆，呱呱呱！”紧接着，院墙里传来一声怒吼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又翻墙！”小孩被抓走，只留下一声声求救：“季兄，季兄救我！”当了好一会儿蘑菇的季明燕终于有事可做，起身一把拉起我飞奔：“夫人，快快快，我兄弟要挨打了，我们去救他。”我们如今自己加班闯入了隔壁，季明燕高声回应他的好兄弟：“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嫂嫂也来了，来救你了。”好在我们去得及时，保住了季明燕好兄弟的屁股，还让他获得了待客权。小孩倒了满满3杯茶，要与我们提杯庆祝。小弟祝季兄和嫂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来，让我们满饮此杯。喝了个水饱，又被季明燕拉着跑回家。途中好似听见了长辈的评价：“哎，儿子是个爱闹腾的，没想到娶个媳妇也是。忘了从前这场街巷最人憎狗厌的是谁了是吧？”疼疼疼，好夫人，说就说，别拧耳朵啊！江南这平静的日子，也让季明燕带着我过成了鸡飞狗跳。又1年后，京都的消息传到了江南，前世考出2甲榜首的谢安叔这一世落了榜。谢夫人被谢安叔娶柳如月为妻，这是气得大病一场，
这一病便再美好起来。而我正在听季明燕与我的那点就是，我曾好奇过季明燕为何对我一往情深，只她不愿意说，也就没追问。前不久偶然从婆母口中得知，她小时候掉过粪坑，至于救她的人，好巧是来姨母家做客的我，所以她惦念了我许久。从上一世到这一世，又一日清晨，季明燕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捧上带着露珠的野花和我爱吃的酥饼，跑来床边捉弄我。野花在我脸上挠痒，露珠有些许凉意。我朦胧转醒间，听见了那句经年不变的林姑娘今日好。我抓住花，嘴角带笑，我说季明燕江南好。15季明燕番外。季明燕也没想过自己将来会是个情种，她少时常被人打趣，说她风流眼，将来必然桃花遍地，风流成性，又说她嘴唇薄，长大了肯定薄情寡性，结果最后长成了一副会说书的逃脱模样。风流没沾上边，就记得有个恩要报，最好是娶回家当宝一样捧在掌心里。只可惜江南远，她去晚了一步，心上人出嫁那日，她的聘礼才靠岸，想着万一心上人后悔了，也好让她有的选。但她没后悔，所以季明燕只好混进人群去观礼，遥遥祝她和夫婿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。后来的许多年，季明燕每年都在她生辰时去一趟京都，也不做什么，只远远地见她一面，然后在心中说声林姑娘生辰极乐。她大概过得不开心，于是后来再见她时，季明燕在心里换了祝福。她说林姑娘今日好。她有些遗憾，不能当面说，只好写在纸上，一日一张，装满了一屋子。她走那日，她在谢府外站了一天一夜。再回江南时，她将那么多年的纸条带去了京都，在京都最有名的道观中捐了好多的诚心，又将一张张的今日好燃在炉中，向道祖许愿，希望道祖看在她那么诚心的份上，希望她下辈子能高兴。她叩了1000阶，换得重生。在睁眼时，京都回了信，让她去提亲。她满心欢喜，装上聘礼就出了门。她想，这一次她定让她开开心心的。她还想，这一次终于能亲口对她说林姑娘今日好。全文完。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